电商大小事，带你了解最新电商事，跟你分享4月22号到4月28号的3则电商大事。第一，酷鹏啊，再增资60.6亿新台币。酷鹏公司透过再增资那个60.6亿新台币，它现在资本额变成 PC Home 的4倍，Momo 的3倍。那就变金融怪物了。那我会建议你就加速 O&O 的发展，避开这个通路巨头正面对干的这个战场。第二，实体零售抢电商大饼。零售业的线上销售额首次占比超过电商整体市场的30%，这就证明只要实体经营的好，那确定就是能够让电商的业绩变好。第三，七宝妈网红失言遭延上。Linda 的不当言论已经引发众怒，现在有13间品牌进行切割，未来这个 IP 应该很难再重现现在的声量。想知道每周的电商大事，记得关注加爱心，我是电商 Tony 陈，你以后做电商会用到。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我这个节目会跟你分享上周电商领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会挑出3个我觉得重要的新闻并且跟你分享我对这些新闻的看法，让你轻松掌握电商脉动。这一集我们讲的是4月22号到4月28号发生的电商新闻。第一个新闻，酷鹏再增资60.6亿，这超级多的呢。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前2天经济部投审会核准了酷鹏约60亿6千万的再增资他之前已经增资过一次，那这次的增资已经让酷鹏的资本额就变成网家 PC Home 的4倍，Momo 的3倍。我是这样看这新闻我们之前影片才在讲说，酷鹏的第一次增资，他就把他的资本额搞得跟 Momo 一样大，他现在在增资就变成说Momo 加 PC Home 了老实说，如果我是这2间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也不知道怎么应对啊。这种巨头，这个资本怪物人就要来正面跟你对干，你能怎么办这种资本碾压式的打法，还真的不知道谁能打得过那如果你是品牌商，我现在的建议是就不是隔3关虎斗，我的建议是能闪多远闪多远，对手太强了就算你只是被插到而已那神仙打架那个流弹出来，我们这种凡人也是非死即伤。现在最安稳的做法就是加快 O&O 的发展线上线下就是那个线下你赶快去布局，那毕竟不是线上巨头的战场嘛。那至少现在实体店面还不会受到影响，还是可以继续发展那第二个新闻，零售实体抢电商大饼。简单讲一下就未来流通研究所总监林元庆分享了对于台湾2024年零售流通产业的观察。他发现在实体零售业的网络销售占比首度突破整体电商市场的30%，并且 iOpenMall 未来的营运方针将会尝试在门市推销商品。那我是这样看这个新闻就这新闻其实就证明了我们这些分享的实体经营的好那就对线上一定是加分效果，不仅能带进会员，也能带进业绩，所以你才会看到零售业这个本来跟电商好像就还好这2个市场，那现在已经吃掉30%的电商市场我会说现在区分实体跟零售意义已经不大，因为消费者都是同一群人他只是逛一逛，然后线上买，然后线上看一看，去线下逛，就这样。那过往只是因为资讯技术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把它视为2种的电商的人实体的人这样。那现在已经证明了，会在你的门市买商品的消费者，那他也会去你的品牌官网下单，所以越早布局实体那对你的营业额一定是越有帮助的。第3个新闻，七宝妈网红失言惨遭延上。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一个网红叫 Linda 英语儿子就一起讪笑资源班学生，然后引发众怒。现在各家品牌都在进行切割，已经有13家品牌宣布未来不再合作。我是这样看这新闻就基本上这个 Linda 的这个 IP 应该就挂掉了，不太可能再恢复原本的声量，因为他本来的人设就是很爱小孩很重视教育，就在这次直播里面去嘲笑资源班的学生，那就变成彻底的人设崩坏，所以粉丝必定会背他而去而且未来厂商也不会再发业配给他。那这个地方就跟前2个礼拜我们讲的统神不一样统神它虽然有争议，但是台湾游戏类的 KOL
愿意扮丑搞笑，还是会有人看就只有一个统神所以统神只要避风头那未来人家需要那种不计形象那肥宅角色还是会找他但是台湾的育儿类 KOL 实在太多了厂商不找拎刀音还有一堆人可以找，这个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差异。好，那我们整理一下4月22号到4月28号的3件电商大事第一，酷澎再增资60.6亿；第二，实体零售抢电商大饼；第三，七宝妈网红失言惨遭延上讲八卦，酷澎真的这已经不叫来势汹汹它已经亲门踏户了那这个外商投审会你还让他过还是要讲这个？我上次讲这个有被留言说什么这个巨头乱斗对消费者好，我跟你讲真的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放任外资就进来搜刮台湾市场，他赚的是台币呢，然后是出去的呢，不会留在台湾呢回到他们公司集团的营收里面去。你消费者买便宜没有错，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通路发达了、巨大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东西会涨价所以现在短期这就养套杀，然后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它排挤掉台湾非常多的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排挤掉生存空间。酷澎它这种超大型通路那它的经营模式很出名，就是直接给你买货买断的所以它卖多少钱你不能管这样它就不会去买小牌子就不会嘛，对不对？那个都是什么要尿布就是帮宝适那要那个奶粉的话就是那种大牌子所以小品牌第一个你也上不了那个通路那它去严重排挤掉其他通路，那你这个小品牌小公司你怎么办？你就自己办你就自己架官网自己开街边店，甚至百货花车这样子慢慢经营为什么？因为巨头不会青睐你然后外来的这种国际品牌广告很凶很大，像宝乔他们这个底下多少牌子全部都在上面到货倾销，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举个例子比方说鞋子做鞋那 New Balance 那上面在做一档活动那很便宜，然后大家冲去买，因为那个 New Balance 广告就很大嘛。我就常常看到那个忠孝复兴不是有一个很长的捷运的那个电梯超长那边不是常常那边贴广告，对，就那些大牌子。好，他们卖的越好，我们台湾国货越没有机会，对难道就富发牌吗？还在撑，对不对？那除了富发牌之外，你还能讲出什么台湾品牌？就没有了，就被排挤掉了，就被大牌子排挤掉了。所以台湾就这舶来品之岛，你知道，我们台湾自己的小公司、小工厂没有活起来、长大的机会这个是我很不乐见的事情我们走不到那个台湾品牌走向国际那一天，我们自己的品牌在本地都活得乱七八糟，半死不活然后投审会你就让它过了这样。好，然后这个是对那台湾厂商中小企业，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我们台湾中小企业多少人上班呢所以要是严重排挤到他们，第一个薪水不会好甚至出现裁员失业这里头不要笑我，很可能就是你的朋友甚至你爸妈或者你的亲戚朋友，他们待的公司工厂就被排挤掉了。那你要做品牌商之梦，那不是更加遥遥无期嘛那再来我们讲对那个消费者对消费者养套杀嘛，这很直接的那以前我还记得我上网买东西是因为比较便宜现在哪来便宜，对不对？还不小心越买越多，价购满额赠等等的那同样的东西也都涨价，对，所以一个通路越来越大到变态的程度这不是好现象那就对某个品项有宰制的权利这真的不是什么好现象。短期之内对消费者都是利多因为东西很便宜这个货运那么快多少就免运，对，那长期下来呢？你看虾皮虾皮现在不是越涨越凶，你中小企业你怎么玩嘛？中小企业活不下去然后消费者长期来说他的利益也是受损的最理想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大家那边都差不多大，然后呢干来干去那这个就是对消费者来说最好的状况。你出现一家独大现在超级大呢，酷澎的资本额某某跟那个批送加起来呢，对啊，这怎么玩？然后再来的对手也就向外资了，就虾皮，对不对？虾皮薪水是很高了是没错了，对。但是你看，长期来说真的不是好事啦那现在谁怕酷澎？某某怕，PC 用怕，虾皮也怕那酷澎
他怕谁？他谁都不怕哦，他用金钱攻势在那碾压你就对了哦。那所以，哎呀，这个是啊，我们台湾厂商自己要加油啊！台湾厂商在努力需要时间去实现一些成果之前，你政府你要帮忙啊，对啊，这种外资你这样投资这样子就进来了，你要审核啊，你要严格啊，对啊，而不是说哦没关系，那我们就这样大量开放，我们就变阿根廷，我跟你讲，好，大概就这样。我是电商 Tony 陈，我想要将我会的电商营运技术，慢慢透过拍影片分享给台湾零售中小企业。提升台湾电商的实力，让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去，做出台湾的国际品牌。那品牌电商的起点就是自家购物官网。你们家需要架设品牌电商官网，我推荐 Cyberbiz 官网，仓储、跨境 POS 一次搞定。很多国内的大品牌商都是使用 Cyberbiz 的电商系统。要做自家品牌电商官网，不知道从何开始？我提供给你便宜又好用的系统，资讯栏有连结，点进去填写完联系资料，我会打给你，看看你是遇到什么问题。那你也可以准备好问题来问我。Cyberbiz 让你少走弯路，多多赚钱。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分享更多电商的资讯。我是电商 Tony 陈，我们下集影片再见。